好，我们找一个地方来画这朵花。我们先直接把这朵花画在这里了。好，把这朵花画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笔洗了一下，然后就直接调这个藤黄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藤黄薄薄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这个藤黄它也是这个带粉状的啊。还有我们再调这个大红，大红也是一样调到1/2的地方，但是要由深到浅，由深到浅。如果你觉得水分太多了，你可以在这个旁边的这个纸上试一下。旁边你要准备一张这个用过的这个废纸来试它的水分，这个是你们要养成的一个习惯。当水分太大了，你可能把控不好，所以你要沾掉一点点水分。好，我们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。笔尖调一点点曙红，让笔尖有最深的由深到浅，这个笔是由深到浅的这个均匀的过渡才行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画。我们开始就画我们刚刚的中间那个圈的4块的第一块，我们把它分为4块来画。我们先来画这个第一块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画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。这个反半可以画宽一点，也可以画窄一点，你们看你自己的喜欢啊，看你自己的喜欢。我现在把它画窄一点啊，画窄一点。待会儿我们让它有宽有窄，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再画一层，这一层一层一层的，我们这样子去把它包起来。好，这一层比较少一点点。那么这边再来一个。包过来，慢慢的变小，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。那中间这里再来一层小的。好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个花瓣与花瓣相交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层次感来啊，否则你就看不出来这种层次了。好，这里来一层大一层小。然后我们如果再来一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宽一点啊。我们已经画了这么多这种窄窄的，那我们这一层我们可以画宽一点，我们就把笔肚这样子把它侧锋一点，它就宽一点了。好，宽一点，我们这个花瓣可以把它拉长一点点，让它姿态上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把这一块，这里再加一些小的层次。好，这里来了一个宽的下面我们再来一个窄一点的，让它有这种变化。再来一个窄一点的，好，这里是一层，这里是我们刚刚我们在做这个分解的时候，这个第一层里面的这个1/4的地方，第一块1/4的第一块。那我们现在画这个第二块，第二块是这边这个左下朝右上的，左下朝右上。那么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画得稍微的大一些的这种侧瓣，大的侧瓣啊。大的侧瓣就是刚刚有给大家示范的这第二种花瓣，那这一朵这个朝比较下面那个颜色的可以深一点，颜色稍微深一点。首先我们就来一个大的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，这样子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侧瓣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画的这种侧面的这种花瓣。我们这个可以再拖长一点啊，拖出一个尖来。好，我们来了一个大的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个小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变化，有这种层次感？那么外面再来一层比较小一点的啊，让它叠加起来啊，这个层次，让这个层次叠加起来。好，叠加起来这个层次。好，来一个小的之后，我们又可以再来一个大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
好，这些来一些碎瓣啊，这个碎瓣比较碎的花瓣。那么这个是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我们现在就画这么多，那我们再画这一层，画这个右上朝左下的这一块。好，调色，颜色一定要调匀，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我们画这一边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了。这个花瓣会比较窄一点的，那这种特别窄的，就直接这样子画过来一笔啊，直接这样子过来就可以了。这种窄窄的这种反瓣，很多叠起来，很多层次，让它很多层次。好，笔尖还是要补充一点深色的，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。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。好，这个层次显得特别多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好，这个层次显得已经特别多了，那么这边就这么多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地方只剩的一半呢，我们这个4块的地方这一块只看到一点点了，一点点我们也要画出这种反瓣的这种感觉哈，也要把它包起来。那么可以往外一点点啊，往外一点点，可以这样子包啊，这样子往里包。这里来一些小的细节，包起来。这样子包起来，一样的有些这个小的细节、小的花瓣，一样的要把它包起来。好，显得这个层次特别丰富，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好，我们这个包起来的地方基本上就这么多了。基本上就这么多，这个来一个翻过去的这种花瓣啊，翻到后面去的花瓣，看一下哪里还有一些反瓣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。这里来一个反瓣啊，翻过去的这种反瓣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侧瓣。好，这个小侧瓣。好了，这个反瓣我们基本上都把它画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补充里面的正瓣，我们要从这个反瓣里面补充这个正瓣。我们现在画这个正瓣啊，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更深一些，我们加水啊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直接加水。加水，如果加太多了，还是可以沾掉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加完水之后去调色啊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这个藤黄不要调了，忘了啊，刚刚错了，可以直接调大红了。我们现在是补充这个正瓣，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要调饱满一点，意思就是我们笔上的颜色要调的多一点，而且笔尖是要调胭脂的。那我们从这些缺口去补充啊，从这些小的缺口里面去补。好，这些小的缺口我们直接补上。水分有点大，水分大没关系，但是我们要掌握好，水分大一点，我们就要画快一点啊，笔要走快一点。当然你快不了的时候，你不能走快的话，你就
你就水分笔上这个水分不要太大了啊。你看我现在水分是很大，所以我要走得很快。大画的时候刚开始初学者，你们就笔上尽量不要太多的水，你们会掌握不好这个度，会把它晕到一起，到时候你就画成了一团了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哈，这些花瓣这样子包起来。虽然说我们画的是同一朵花，但是肯定每一次画出来这种效果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。包起来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的颜色。笔尖要不停补充这个深的颜色。好，这个显得层次特别丰富啊，层次特别多。好，我们呢再来包这一边的颜色，可以再调多一点点啊，颜色调多一点，调的饱满一些，颜色可以调饱满一些。现在调色，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调到笔的2/3的地方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比较大的花瓣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颜料调上一点。我们调的时候呢，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去调。我们现在这个笔尖蘸的这个胭脂比较多，如果你想再黑一点，让它再深一点，你可以在这个盘子里蘸一点点这个黑色啊，在这个黑色盘子里的边缘蘸一点点，不要蘸太多了，在边缘上蘸一点点。如果说你觉得不够深的话，好，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大花瓣啊。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来一个小一点的啊。来一个小一点的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这里来一个大的，来这个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沾一点点黑色，然后有大有小，这里居然有一个小的，我们这边可以来一个大的，让这个花瓣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个很大啊，这个很大的花瓣这样子包过来。好，这里一个大的花瓣这样子包过来，我们现在是在慢慢画这个展开的，从外围展开的这个花瓣。刚刚水分大的地方，其实这些花瓣的话，我们没必要说一定要把它表达的特别清楚，有的时候正反瓣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补充，让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继续加一点颜色啊，笔上没有水分呢，没有水的话，我有的时候习惯就直接拿这个笔尖去蘸呢，我就嫌麻烦去拿那个勺子来勺水，我就直接用这个笔尖蘸了。你们其实画熟了也可以像我这么来。等你画熟了也可以这样子的哈，但是你蘸的时候通常会蘸多了，你还是一样在这个废纸上准备一个废纸啊，这样子把这个水分蘸掉一点点啊，然后再去调色，就是不要让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这里继续再补充这个正瓣哈，我们可以补充多一点补充多几层啊。好，我们这个笔尖上想要更黑一点，还是一样可以蘸一点点这个黑色，我们补了一层之后觉得不够，我们可以再补一层，把它包过来。啊，这样子显得这个层次又很丰富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来补，继续再来补。
这个花瓣我们可以来长一点点。好，这边这个正瓣我们就补这么多啊，补这么多。然后到后面我们要看这个，最后我们再看这个花瓣，我们需要哪里去加花瓣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加。现在我们先这样子，先放着它不管了，先放着不管，待会儿要加花瓣的时候我们再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画一些这个花瓣，颜色稍微浅一点的，这个是下面的这个花瓣，肯定是颜色是最深的。那我们画这个上面部分，我们颜色会慢慢的稍微浅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来一个，这个花瓣可以再补长一点点，补长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来画这个上面这一部分的这个反瓣，这种伸展开来的。好，我们画上面的花瓣，颜色稍微浅一点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笔在这个水里面，现在洗一下笔。好，这个底色有点这个沉淀，我们调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调点这个大红。我们先画外面这一层的颜色，不要调太多，可以试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颜色，试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颜色。因为你觉得还是深了，你就可以画掉一点点啊，画掉一点点。我们这个现在是加了底色的哈，是有底色的哦，现在是有底色的啊。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还是沾一丁点胭脂啊。我们先画这边这一个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下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大花瓣。那我们周边的这个大花瓣还要慢慢去展开，沾一点底色，然后调藤黄。哎，这个藤黄没有了，我们加一点藤黄进来。我们现在可以多调一点藤黄进来，让它颜色变浅一点点，外围的这个花瓣颜色会有一点点浅，不要那么深。好，再调这个大红，再调这个大红色。再调一点曙红，笔尖沾一点胭脂。看一下我们这个花瓣从外围展开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笔稍微的要有一点动作，要有一点点动作，让这个花瓣边缘不要太圆了。好，这个大花瓣这样子包过来，这里点一个这个点一个这个反瓣出来，这个点一笔就相当于一个反瓣了，点一笔就成了一个反瓣。好，这里一个大花瓣，特别大啊，特别大。这样子就是这个花瓣去慢慢的去展开了。展开的时候我们要大胆一点，让它盛开一点，不要太拘谨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再加一个。
好，这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花瓣，我们先把这个特别大的这个花瓣先画了啊。笔上如果没有底色了，我们还是一样的加一点底色。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试一下笔的颜色啊。好，直接这样子滚过来，直接这样子过来。好，那这个花瓣，这一个花瓣基本上把笔上的颜色都已经画干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毛都撑开了，是不是？都撑开了，你看都撑开了，没有颜色了。没有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加。好，我们加了一点底色之后，继续调颜色，继续调色。加了一点底色之后，继续调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把这一个花瓣，把这一半边的这个花瓣给补充下。水分太多的话，你们就在旁边的废纸上沾掉一点，不要让水分太多了。我们要掌控好这个水分。好，这一半的话，如果说你一笔画过去，这个形状没有画出你想要的，你也可以再去更改一下，再去改一下啊，再去调整一下，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效果？好，我们这个花瓣就这样子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。我们旁边上一定要展备一个废纸哦，因为我们的笔上有不想要的颜色，我们就在废纸上粘掉。这个是要养成的一个习惯，不要什么颜色都往你这一朵花上画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再加一层啊，往这个上面再来加一层花瓣。
好，这里在外面再加一层。好，加一层，这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画的这个太平均了，太平均了，我们把它灭掉一点，不要让这个大小的这种花瓣的这种感觉太平均了。然后这个形状太圆了，太圆了，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花瓣啊，在这再加一些花瓣，让它破掉一些它的这种圆的地方，避免这个花瓣，避免这个花瓣我们画的太圆。这个花，这个包菜型的花，你可以一直往外加，加多一点，也可以早早的都可以停止，就画那么大也行，这个看自己哈。我们想把它展开的更加盛，开的更加盛的时候，更加这个热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加一些层次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缺口这里。现在到最后了，我们就是看哪里需要有加花瓣，我们就加在哪里。然后我们需要加一点底色，笔上没有水分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再来加一个这个花瓣。这里可以加一些小碎瓣啊，可以或者是直接加上一个大一点的花瓣也可以，把这个缺口这个稍微的灭一下这个缺口，不要让这个缺口太大了。好，偶尔我们也要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回一下笔，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，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加一个花瓣啊，这个地方加一个花瓣。先来一个小的反瓣，再调色，把这个颜色由深到浅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上，由深到浅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上。最后这一层的花瓣，它的颜色会更加黑一些，因为开到最后的这个花，它的颜色，它这个花瓣的颜色会有点灰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啊。好，这里来加一个花瓣。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加花瓣。这里来加一个。这样一个薄薄的层次。
这里有一个薄薄的层次，外围一层。好，这边再来加一个花瓣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个花瓣，看一下啊。调色，笔上补充一些颜色。这里再来一个啊，这里有一个反瓣，我们就直接来加上一个正瓣就好了。直接把这个反瓣里面加上一个正瓣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，感觉这里有一点奇怪的话，你可以再去调整，可以把这个花瓣往外加一点，大一点，跟它重叠起。好，有的地方回一下笔。有些地方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感觉这个下面还有一点点。我们中间这个花心哦，画这个花心的时候，它是包起来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说直接把它直接一圈圈的包起来，也要有这种变化，有这种大小的变化，不要直接一圈圈的，我们避免一圈圈的这种操作。
这朵花画完了，这朵花我们就这样子，这朵花好不好看？这朵花好看吗？好，我们继续画。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吧。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嫩叶子是这个藤黄加三绿，还有这个朱标，还有这个胭脂这4种颜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藤黄加三绿调和，藤黄加三绿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，画一个这个嫩枝干，看一下这个从哪里长出来它比较合适呢？好，这样子长出来。可以来长一点吧。来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安排这个，叶子，我们把这个叶子安排一下。这里再来一组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，待会儿我们在里面画一个花苞，在里面再生一个花苞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些叶子先给补上。我们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画老叶子，我们用的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花青加藤黄。所以说这个藤黄这个颜色和胭脂这个颜色用的特别多。大家买这个颜料的时候，可以把这2种颜色可以多买一点。好，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调成墨绿色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画的时候我们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去画。蘸这个浓墨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啊，先画中间的这一片，轻轻的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提起来，一边一笔，一笔大，一笔小。这个是一片啊，那这边一边还有一片，一样的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那它后面还有这个墨不是很多，我们再倒点墨来，墨不够浓，再倒一点墨进来。
间的这一组啊，中间的这一组，我们也可以先画这一片，让这一片的话，中间这一组可以画淡一点点，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，让它从这里穿过来这种感觉，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，有一点点区别哈，让它层次很丰富，层次很多的这种感觉。还有这里还有一组，这一组我们可以这样子让它回展过来，这个叶子可以回展过来，中间还是一笔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片长到这个花的后面去了。好，这里这一组，然后这后面还有一组啊，后面还有一组，我们把它画成嫩叶子的颜色，画成嫩叶子的这个颜色，让它这个颜色上会有这种变化和这个区别。那么这一组的话，我们这个叶子已经很多都看不见了，它是藏在这一组的后面。隐隐约约的看得到一些，一样，我们画的时候还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里我们可以让它这样子画一些这个飘带啊。它这个花后面经常会长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小叶子出来。好，这里还有一组，这里有一组叶子，这一组叶子我们也把它画成这种嫩叶子的，画成嫩叶子。一样的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成这种小的组合。这组叶子就不要画太多，我们让它跟这一组叶子有这个区分。好，这一组比较小的一组叶子。然后我们说下面画一个花苞，我看一下这个花苞画到哪里才好。我们先来把这个枝干画了，再看一下这个花苞安排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画这个老枝干，把这个笔洗干净了。我现在洗干净了，里面是有一点水分的哦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水，好像没水了，我刮太干了，要留一点点水分。留一点点水分啊，像这样子，它就里面就会有一点点水分，有一点点水分之后，就直接沾这个浓墨，直接蘸一下这个浓墨，然后开始画。我们可以从上面往下画，也可以从下面往上画。啊，这样子来一笔，你看我们有钝、有直、有钝、有直、有曲的这种感觉。那我们上面这里直了，我们下面这里又要开始，我们从上面长出来吧，让它这样子来。等它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去调整它。从这里我们再来出一个枝。好，这个枝的话，我们可以画了之后，我们再去，最后我们还可以再去调整它，
这里来一个支，然后我们从这里想从这里再出来一个穿插的，这个一个主一个次一个穿插，一个主一个次，然后再来一个穿插的，沾一点点墨啊。穿插的这个支，我看一下要它怎么走，怎么走才好。好，就这样走。哎，我们想画一个花苞，这个花苞长在哪里好呢？我们要把它安排一下，安排一个位置，安排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安排在哪里呢？想一下，安排一个花苞在哪里呢？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苞在哪里啊？要不从这里再出一个吧。从这里再出一个来放这个花苞。来，我们先加一个花苞上去吧。这里来一个枝干啊。好，从这里长出来。好，看一下哪里长叶子。好，这个藤黄没有了，我们再来一点藤黄啊。我们这个画这个特别画这个嫩芽的时候，用这个藤黄用多一点，这个嫩芽就显得特别的鲜嫩，特别的好看。看一下我们要安排这个叶子安排在哪里？这里，哎，没有蘸这个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这里来一组。这里来一组。好，我们这些我们就画成嫩叶子了，画成嫩叶子。
这一块让这个叶子很多。好，这一块嫩的叶子我们可以藤黄多一点。这里让这一块叶子很多，这里可以回来一片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面，哪里需要去？好，在这里加一个嫩芽，在这里加一个嫩芽，我们嫩芽就直接用藤黄。这个小叶子啊，这个叶子是这个嫩叶，它也长出来了。这个嫩叶有点长出来了，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嫩叶。中间的先把边上的这两片画了，然后我们再画中间的。好，这里有一组这个嫩叶，特别丰富的这个嫩叶。这一组嫩叶。好，其他的这个嫩芽我们也把它加上。每一个嫩芽我们都要有区别，不要画的一模一样的。哎，我们的叶尖还没有勾哦。勾叶尖，我们用这个浓墨，用这个浓墨来勾，稍微的有一点点干哦。勾的有一点干，我们要趁湿勾哦。是直接用墨来勾的啊。
这个生的叶子是直接用墨来勾的哈。这个嫩叶我们用这个胭脂来勾。好，这个花苞躲在这后面啊。我看一下我这幅画画完了没有啊？花心还没画呢。点一下花心啊，点一下花心。因为这个嫩芽还少了一个。点一下花心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花心哦。这个把这个花心点一下。
我发现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叶柄没有补充完整。好了，咱们这幅画就这样子完成了，大家一起练起来。